猜在吗？你知道在吗这个梗吗？知道啊，我们前2集有聊到过在吗？我知道啊，非常尴尬的在吗？那我现在问你在吗？你会不会觉得尴尬？我会觉得你是谁，我要把你拉黑。你是不是要问我借钱？我没有钱，我也不借。好了，我这一次想要聊的话题是，你会不会以后想要跟爸妈住在一起？其实这个话题我以前是有想过的，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近的，非常亲密的。我曾经就觉得我一定要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啊，陪伴她，帮助她养老啊，这一系列的。可是长大了以后呢，我每一次回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发现其实我们2代人的观念真的差别非常的大。这里面包括一些生活的习惯，比如说我喜欢用什么样的洗洁精啦，他们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啊，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天哪，就是我非常的不适应。这种小小的生活摩擦反而让我觉得非常的焦虑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要住在一起，但是可以住得近一点。我妈妈也是这么想的，她跟我说她不想跟我住在一起，但是可以住得近一点。他的理由是，她的理由觉得，她觉得如果我在家的话，她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她觉得很烦。然后她觉得如果我不在家，她就可以天天出去跳舞啊，就是过她的多姿多彩的生活。但是如果我在家的话，她就要把很多的时间放在清理我的垃圾上面。可是他其实可以不要这样子做啊，对，他仍然可以出去跳舞。是的。那你觉得你刚刚说你们的生活习惯不同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大到说你绝对是没有办法忍受？我觉得绝对可能是一个比较 strong 的一个词汇啦。应该说是这种生活的琐事，比如说我可能衣服会脱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妈妈看到，她就会这样叨叨几句啊，说你这个衣服说一堆，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就会比较烦躁啦，然后可能就没有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心情状态。但是你这个衣服就是一定要脱在那个地方我就是要拖在那里，我现在就是要放在那里。如果我是自己在家的话，我就是想收的时候我就把它收起来，然后我不想收的时候我就把它丢在那边，也不会有人来叨叨我。哦，你知道吧，年轻人嘛，我知道我，就是想过自由自在的，没有没有人人叨叨管的生活。生活。对啊，我的梦想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住在一起了。而且如果我跟我爸住在一起的话，我会疯掉。因为我爸会3天2头的过来催我生小孩，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你还好吧？但我跟他讲的我的观点，他又听不懂，然后就会浪费我很多的精力，又要再去跟他讲，哎呀，所以我就觉得好烦呐。你觉得呢？你可不可以假装没有听到呢？现在目前正在修炼。但是他一直在那边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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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就是我可能还是太年轻了，我可能再过个几年，我就可以修炼到我听不到。因为你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了我的舅舅，就是我妈的弟弟，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结婚，然后呢，我的外婆就很急，以前就非常着急，她说你怎么还不赶快结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舅舅就当做没有听到啊，他每次就是说啊知道了知道了，然后就没了。所以我要修炼成你舅舅那个样子，应该还有一段时间。可能还有20年。天哪！如果按照他现在的年纪来算的话，反正后来他每次都说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外婆也拿他没办法。后来他也不催了，所以你可以到时候也试试看，每次都说知道了知道了，然后就可以不催我吗？他应该也会觉得催了也没用。对啊，但他一直在跟外面，就是他会一直跟他的朋友在那边焦虑说这件事情，就会让我觉得好烦躁哦，就真的蛮烦躁的。
所以我觉得能不要有这样子的摩擦就尽量不要，就大家岁月静好，然后好好的就是当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好。所以在这个观点的建议下呢，我觉得还是我至少认为我自己吧，以后应该是不会想要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。但是肯定不会离太远嘛，因为年纪大的话，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嘛。可是日常肯定还是会经常过来吃饭啊，晃在家里啊，就是晚上我要回去睡觉。我想有一个非常你想要把衣服脱再乱脱，我想要把衣服乱脱，然后我想要进门鞋子乱飞，就是不要来叨叨我。哦，你知道吧？我大概可以懂，但是其实我是没有你的烦恼的。对啊，听起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烦恼的小朋友。你呢？因为我爸妈的话，他们从来都不会对我做的事情有意见。如果我的衣服乱放，也不会有人来管我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往我的房间里面看一眼。那很爽啊。对啊，而且在家里的话，就不用我自己煮饭。这倒是，但是我们可以叫外卖啊，有这么多美味的外卖。外卖不健康，你知道外卖有多油吗？那倒是没错。而且你都不知道它的那个制作的环境到底是干不干净。是。但是我妈会说，我不回家，她都只炒一个素菜，然后我回家，她就要炒很多菜。所以你妈是觉得照顾你太麻烦了？我觉得我妈妈已经不适应照顾我这件事情了，因为我出国以后，她自己生活了蛮多年的嘛，就是她说她一个人的生活简直是舒服的不得了，她每天就只炒那么一丢丢的东西自己吃，但是我妈都会说，如果我在家的话，她就要煮饭这件事情，很麻烦。是的。我妈现在已经不煮饭很久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表姐带着2个小朋友来我们家过年。然后我们家今年年夜饭吃的就是外卖。我妈因为我出国10几年了，她已经自己非常的自由了，关于煮饭的这件事情，所以她觉得我回来，她还要煮那么多的饭，她觉得天哪，好麻烦哦，好麻烦啊。是的，我可以理解。我也是可以理解啦。所以是你和你妈妈都希望你们2个不要住在一起。对，我妈就希望我不要住在家里。我问过她，但是她说妈妈希望我们以后不要住在一起。但这某一方面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有很多的父母其实是好像蛮强求小孩子住在一起的。对。然后我妈就是属于比较开明的那一类父母，她觉得她自己的人生就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现在多姿多彩，她不想要管别人。我其实蛮开心的，打心底里，因为我觉得她的人生找到了自己的快乐，然后是在为自己而活了。但是同时我又觉得，我想吃妈妈煮的菜。可以吃啊，那个就是你来吃素菜嘛，吃1盘菜。是没错。他现在每天都只习惯炒1盘菜的话，你来也能吃到，也能吃到素菜。对啊，没错，所以也算吃到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那你觉得你可以跟你父母住在一起吗？我可以啊，我刚刚其实讲了一半了嘛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其实都非常的自己管自己。就是他不会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孩，所以我就一定要帮你做这个做那个。我们家好像没有这种想法，所以如果说关起门来，其实就像住在几个不同的家一样。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可以跟爸妈住在一起的，因为我没有人会念我，没有人会对我乱丢东西有意见。虽然我以前可能对他们的一些观念会有意见，但是当我接受了，我爸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之后，这个事情它就不再困扰我了。比如说之前我在家买洗碗机，
但是呢，他们从来不会用洗碗机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我都买洗碗机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洗碗呢？我表示非常不理解。但是后来我想，可能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。所以当我接受了，反正他们不用，那我就自己用吧，这个想法之后，最近我出门在外回到家，我竟然发现他们每天都有在用洗碗机啊。所以他们也发现真香了吗？对啊，就是很好用啊，洗碗机。不知道之前那么几年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使用洗碗机。那一代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用这些工具，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洗的。对啊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手洗很累嘛。对。所以我不希望自己累，我也不希望他们累，我就买了洗碗机啊。结果当时我想的是，他们竟然看不出我的心意，就是我不希望他们累嘛。然后我当时是很生气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好生气的。当我可以接受之后，我自己心里就不难过了嘛。所以就是当你可以去接受他们各自的状态，跟接受他们完完全全是自己的独立的个体的行为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去跟父母一起住了。对，就是现在他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行为，只要他不是实际上伤害到我的话，我都可以接受啊，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嘛。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喜欢用洗碗机，他就是喜欢用手来洗，那我就尊重他嘛，让他去做他开心的事情。对，这样子我也会开心，或者说我也会没有那么被这个事情困扰。你的心态还是蛮不错的诶，所以就是建议，如果说是要跟父母一起居住的状况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让自己不要去那么的在意父母的想法、父母的观念、父母的行为，接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然后过好你自己的。如果父母催你结婚或催你生小孩，你就说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也是可以平安的度过的。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态，对吧？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在一个不是那么快乐的家庭里面长大的，这一类的朋友呢，我就会建议不需要就是做到可能宽恕，或者是你要像我一样什么尊重每一个个体。你可能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脱离那个让你感觉非常痛苦的环境，然后先去调整自己。是的，如果家庭的环境并不是一个非常和谐和健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这边也建议不需要去委屈自己接受父母的行为，或者是父母对于你的一些看法观点。可以尽快的想办法脱离这个原本的家庭环境，出去自己住，这样对身心健康来说会更加的适合一些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。好呀，拜拜，拜拜。